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 Magic Coffee Cream。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前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很红的影片，就是在讲说你用浓缩咖啡可以打出咖啡鲜奶油。不用任何的奶制品哦，纯粹就是一个浓缩咖啡，可以打出像是鲜奶油这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真的是蛮激起我的化工魂的，气泡的稳定性 ，It's gonna be very interesting。那丙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科学上实在是太美丽了之外呢，其实我觉得是蛮实用的，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可能因为动物保护或者是环境因素，或者是说他本身有 allergic 过敏的，他不能够吃蛋或奶，所以他的甜点的选择非常的少。那不能够吃蛋，我是觉得还好，但如果不能吃奶制品的话，奶油、牛奶、鲜奶油这些都不行的话，那西式的甜点就几乎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嘛。那在美国这边呢，因为很多人就是奉行 vegan，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有乳糖不耐症，那你在 party 或聚会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带含有任何乳制品的甜点，那等于没有选择，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蛮实用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蛋糕的鲜奶油呢，做 cupcake 上面的 frosting， 或是一般蛋糕的装饰。其实运用范围真的是蛮广的。那么这个气泡稳定性呢，坦白说不是只有在烘焙里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在最近很流行的分子料理、新式美式料理或者是法式料理里面，有非常多呢都是利用酱料本身发泡而产生一个温顺美好的口感来吸引客人的注意。所以坦白说，这个东西的 technique 是可以运用到非常多地方的哟。那在我们开始进入到科学原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东西到底怎么做的，真的非常简单。你只需要一个浓缩咖啡。那么首先呢，这个比例真的是蛮重要的，麻烦你一定要按照这个比例做，才可以打出咖啡鲜奶油。首先一开始呢，加入200克的糖，还有20克的浓缩咖啡，记得一定要选用这种浓缩咖啡粉。然后呢，加入160克的冷水，热的不行哦，一定要是冷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缩咖啡的量非常的少的，只在盆子的底部。然后放入 stand mixer 搅打大概5到10分钟，用手持式的可以，只是可能要比较久一点。打完之后呢，你看可以变成这么大一盆的鲜奶油哟。那这个东西呢，看起来真的跟一般的鲜奶油差不多。我可以把它像这样装入挤花袋里面，一点点的浓缩咖啡可以打出像这样3大袋。然后把它放入挤花器里面呢，也可以像这样，像一般的鲜奶油一样挤出很漂亮的花纹，是不是看起来跟真正的鲜奶油没有什么差别？那这个东西呢，到现在为止我已经放在冰箱里面大概3-4天了，就像是一般的鲜奶油一样，它有微微的塌陷一点点，但原则上形状还是维持得非常不错的，所以它真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气泡吼。那吃起来的话呢，因为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奶类，它就是一个浓缩咖啡嘛。所以吃起来呢是非常的入口即化，比一般的鲜奶油还要再更清爽一点点，不会觉得嘴巴里面有任何黏黏的感觉这样。那味道上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 vegan 的东西缺少了蛋跟奶的香味，所以你会需要一个香气非常浓烈的东西去取代那个蛋奶的香味，才会觉得好吃。那这个呢，浓缩咖啡本身当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择，因为它有咖啡香嘛。然后因为这个食谱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大量的糖，但是因为浓缩咖啡本身很苦的关系，即使加了这么大量的糖，我觉得吃起来是蛮刚好的，不会觉得太甜。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解释一下这个东西的科学原理，到底为什么这个浓缩咖啡可以打出这么稳定的气泡呢？首先呢，如果我们来看一个泡泡的一生，泡泡呢就是一个水的薄膜，里面夹着气体嘛，对不对？那么泡泡如果要避免破裂的话，首先它就必须要抵抗重力。如果我们只看泡泡最上面这层薄薄的水，它会受到重力往下的作用，但是呢，同时它也会受到液体的表面张力往上拉，所以如果表面张力往上拉的力量可以抗拒它这个重量往下，泡泡就会比较不容易破掉。那表面张力受到非常多不同的因素影响，其中一个就是液体本身的粘度，也就是说液体如果本身变得比较浓稠的话，表面张力就会比较大。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加糖，加了糖或者是一些淀粉类的东西之后，液体本身变得比较粘稠，表面张力就会往上提升。那么除了表面张力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界面活性剂。那这个界面活性剂呢，其实来自咖啡中的蛋白质。很多人听到界面活性剂其实都会蛮害怕的，但其实界面活性剂在你的生活中天天都有，就是肥皂、洗碗巾、沐浴乳，任何占有清洁力的东西。我们以肥皂而言的话，所有界面活性剂的分子呢，长得都是差不多像是这样，一个圆圆的清水端跟一个长长的疏水端。那么因为这样的分子呢，有一端是清水的，一端是疏水的，所以它可以稳定气泡。
清水的这个球状端呢，会溶在液态的这个薄膜里面，疏水的那一端呢，会悬浮在空气里，这样就可以让泡泡本身变得比较稳定。那么为什么蛋白质可以作为界面活性剂呢？这边我找了一篇 paper 让大家看一下蛋白质的分子通常是长什么样的。蛋白质呢是一个纠结的长链，所以大概就是长得像这张图这样。那么因为纯看这张图呢，可能很多人又要说分子式看起来令人害怕了，所以我们拿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这个皮带。蛋白质呢是一个聚合物，也就是说它是由非常多氨基酸小分子结合成的一个大分子。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一条呢，它上面可能有很多段，你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就是不同的氨基酸。当它全部连成一条的时候，它就叫做蛋白质。那么这篇 paper 呢有做一些模拟图，蛋白质会因为自己本身折叠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极性。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的。我们刚刚有说过，蛋白质假设是一个长链，它上面会有黑色的疏水部分跟银色的清水部分。那么因为它本身折叠的时候呢，可能可以产生不同的折叠方法。比方说，我把它像这样折起来，这个银色部分被包在里面，它就完全是一个疏水的分子。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它换成折成这样，清水端露出来了，它就变成有一端清水，还有一端疏水了。那么因为蛋白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聚合物，它上面有各种不同清水跟疏水的 component， 所以它自然的折叠方向通常都会有一些地方是清水，有一些地方是疏水，所以它就可以像肥皂一样作为界面活性剂。那么为了让大家的咖啡鲜奶油呢可以有更好的应用，在这边顺便教大家做一个超级无敌简单的 vegan 巧克力蛋糕。首先呢，我们拿出2杯的低筋面粉，3/4杯的巧克力粉，我这边用的是荷兰式可可粉，然后呢加入1茶匙的盐跟1.5杯的糖，再来呢加入2茶匙的泡打粉。关于泡打粉、小苏打粉，还有各种荷兰式可可粉跟正常可可粉之间的关系，麻烦请看这个影片。然后呢，我们把这些干的粉末先混匀，这样等一下比较容易搅拌均匀。接着呢，加入1.5杯的豆浆。加豆浆的原因是因为呢 ，vegan 的巧克力蛋糕并没有蛋也没有奶，所以它其实蛋白质是缺乏的，口感上会比较不好。那么豆浆呢，是所有的植物奶里面呢蛋白质含量最高的，相较于杏仁奶或者是核桃奶这类的。所以我这边选用的是豆浆。如果你今天用的不是豆浆，而是其他的水或其他的植物奶的话，请记得考虑加入一些香蕉泥或者是坚果泥之类的，增加一点蛋白质。接着呢，再加入0.5杯的油分，搅拌均匀。油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蛋糕本身变得比较柔软，一定要加哦。搅拌均匀之后呢，原则上应该是可以看到面糊像这样，可以轻松的化成一个5芒星的稠度。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加一点面粉或豆浆稍微调和一下，直到变成大概这样子。那么因为 vegan 的蛋糕呢缺少蛋跟奶的香气，所以这边我是加入了一整个融化的巧克力块，去提升它巧克力的香味。关于可可脂与巧克力块的香味，请看这个影片。那么因为加入融化的巧克力块呢，它的口感会比较接近 brownie， 而不是接近 chocolate cake。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的话呢，一样可以考虑香蕉泥或者是坚果泥，去提升香气，替代蛋跟奶的味道。再来呢，就是加入巧克力块的面糊，因为它会很快的凝结，所以尽可能的尽快放到喜欢人的容器里面，赶快去烘焙。烘焙的时间呢，与你容器的大小当然是多少有点关系的。我的350度烘烤了20分钟，只要里面呢没有任何生面糊就可以了。那么因为这边呢想要尽可能做各种不同的应用给大家看，所以我是把蛋糕烤成方形了之后呢，用圆形的模具切成一块块小块的。那么如大家所见的呢，这个 coffee cream 算是非常的不错，你可以像是一般 cupcake 的 frosting 这样往上挤，也可以做成最近很流行的 Nikki cake。那么因为用挤花蛋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要像一般的中式蛋糕那样装饰的话，也都是可以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呢是这种 coffee cream， 它毕竟就是一个浓缩咖啡，所以它是会溶于水的。如果把这个挤好的 coffee cream 加上一点点水，你都可以看到表面开始融化了，有没有？那稍微搅一搅就会化成完全的咖啡水了。好了，那么到我们今天说结论的地方了。简单讲呢，咖啡鲜奶油之所以可以这么稳定的气泡，是因为它糖分可以增加液体本身的表面张力，而蛋白质可以作为界面活性剂。所以浓缩咖啡之中的蛋白质，还有这份食谱里面大量的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咖啡鲜奶油呢，是真的蛮不错的，吃起来完全不会太甜，本身也可以维持得非常久。那以一个 vegan 的食谱而言呢，香气也是非常的足够，搭配巧克力蛋糕吃起来真的是蛮不错的。好的，那么我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如果喜欢的话，麻烦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